爱护台湾生态与环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了。要进行 AI 辨识，例如图像辨识、语音辨识或文字辨识，需要整合软体和硬体资源。以下是整体流程以及所需的工具。一、AI 辨识的基本流程：数据收集，获取训练所需的数据，例如影像、语音或文字。数据标注，将数据进行标记，方便训练模型。模型训练，使用 AI 演算法在资料上进行训练。测试与调优，测试模型的准确率，调整参数。部署与整合，将训练好的模型部署到硬体或软体环境中。二、软体需求 A 平台与框架 TensorFlow Keras。Google 推出的 AI 框架适合图像辨识、语音辨识等。PyTorch，Facebook 推出的深度学习框架，灵活度高，适合研究和开发。OpenCV 用于影像处理的开源函式库，可与 TensorFlow 或 PyTorch 结合使用。Anks 用于模型格式转换，方便部署到不同平台。YOLAMobileNet 专门用于即时物件辨识的模型。B 开发工具 Python AI 开发的主流语言，支援大部分框架。Jupyter Notebook 用于实验和测试模型。Docker 打包模型和程式码，方便部署。CUDA NVIDIA 提供的 GPU 计算平台，用于加速模型训练。C 云端与服务 Google Cloud iOS AI 提供训练和部署 AI 模型的云端服务。Azure AI 支援 AI 服务开发和整合。Edge AI 平台如 NVIDIA Jetson 或 Intel OpenVINO， 适合在边缘设备进行部署。三、硬体需求 A 训练阶段，高效能 GPU， 如 NVIDIA A100、RTX 4090或 Tesla 系列，提升模型训练速度。CPU Intel Xeon 或 AMD Ryzen 等多核心 CPU。RAM 至少16GB， 建议64GB 以上。储存空间用于保存数据和模型 ，SSD 建议使用。B 部署阶段，边缘设备 Edge AI。NVIDIA Jetson 系列，如 Jetson Nano Xavier， 适合低功耗边缘装置。树莓派用于小型 AI 专案整合。行动装置 iOS 整合 Core ML 框架。Android 使用 TensorFlow Lite 或 Anks。工业电脑与伺服器适合大规模即时处理。C 感测器与资料来源。摄像头用于影像资料输入，如 RGB 热成像等。麦克风语音辨识需要高品质音频输入。LiDAR 雷达适用于 3D 物件侦测。其他传感器如温度、压力、动作传感器等。4. 整合与部署 A 模型训练，使用标注过的资料训练模型，如 YOLO 进行物件辨识，利用工具如 TensorFlow 或 PyTorch 进行调整与测试。B 模型优化压缩模型，使用 TensorFlow Lite 或 Anks 进行压缩，以适应轻量设备。加速推论，如使用 NVIDIA Tensor RT 来优化 GPU 运算。C 部署方式，在云端使用 AWS、GCP 等部署模型 API， 在边缘设备，例如 Jetson、Raspberry Pi 进行即时处理。在行动装置，将优化后的模型整合到 App 中。D 整合到应用，使用 RESTful API 或 MQTT 等通讯协议，将模型与前端应用程式进行整合。利用硬体平台如 Jetson Nano 即时接收感测器数据并运行模型。5. 实例 AI 辨识专案整合流程，例如即时影像物件辨识。硬体摄影机加 NVIDIA Jetson Nano， 软体使用 YOLA 服务模型，透过 TensorFlow 训练并压缩。数据收集录制影片并标注物件。开发用 Python 编写程式码来处理影像输入。整合将模型部署到 Jetson Nano 进行即时辨识并显示结果。这样的整合能让 AI 辨识系统完成从数据输入到即时辨识的完整流程。